大家好，我是 Ryan。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发生在140年前，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首府奥斯汀。那是一个还没有连环杀手这个概念的年代，但就在这座城市里，有一个人在1年多的时间里，用斧头和刀具残忍地杀害了至少8个人，还重伤了另外8个人。所有受害者几乎都是在自己的床上被袭击的，而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仆人。正因为凶手专挑女仆下手，当时住在奥斯汀的作家欧·亨利给他起了一个毛骨悚然的绰号——女仆毁灭者。也有人说，这个凶手可能和3年后伦敦白教堂地区的开膛手杰克是同一个人。这个在美国土地上最早有记载的连环杀手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能逍遥法外？今天我们就来详细拆解这起案件。故事要从1884年12月30日说起。那天晚上，25岁的黑人女性莫莉·史密斯和她的男友沃尔特·斯宾瑟正在雇主家的仆人小屋里睡觉。莫莉是这家的女佣。凌晨时分，有人闯入了这间小屋，凶手用斧头的背面，也就是钝器那一面，猛击沃尔特的头部，当场将他打昏，然后他用同样的方式袭击了莫莉。但凶手的行径并没有结束，他把已经昏迷的莫莉拖到了后院的厕所旁边，在那里对她进行了性侵犯，然后用斧刃反复砍她的身体，以至于她的尸体被砍成了碎片。沃尔特虽然头部受了重伤，眼眶骨折，但他活了下来。他是这起案件里少数几个亲眼见过凶手却无法指认的幸存者之一。警方到达现场时，发现了一把沾满血的斧头就留在床边，这说明凶手并不在意留下凶器，他更在意的是完成他自己的仪式。这起案件在当时已经足够骇人听闻，可谁曾想，更恐怖的夜晚还在后面。进入1885年，袭击的频率急剧上升。3月19日，2名瑞典女仆克拉拉·斯特兰德和克里斯蒂娜·马滕森在自己家中遭到袭击，身受重伤，但幸存了下来。5月6日，31岁的女仆伊丽莎·雪莱和她的3个年幼儿子挤在一张床上，凶手在孩子们身边用斧头砍开了伊丽莎的头颅，部分大脑组织甚至都流了出来。之后，凶手又用一根细长的铁棍从她的双耳之间刺穿了头部。伊丽莎7岁的大儿子事后告诉警察，一个用白布蒙住脸，只露出2个眼睛的男人把他摇醒。那个男人命令他把头埋进枕头里，否则就杀了他，还说自己要坐早班火车去圣路易斯。这个细节非常诡异，凶手为什么要告诉一个孩子自己的去向？是为了误导调查，还是单纯的心理变态？我们不得而知。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7岁的孩子在反复询问下，每一次都重复了同样的证词，而他的2个弟弟从头到尾都没有醒来。5月22日，仅仅2周之后，33岁的女仆艾琳·克罗斯被发现在雇主家的草坪上，她的右臂几乎被砍断，额头有一道长长的横切伤口，像是被人试图剥掉头皮。她在几天后因伤重死亡。他12岁的侄子当时也在屋里。男孩说他看到一个黑影走进房间，手里拿着刀，轻声告诉他我不会伤害你。然后那个黑影走进了艾琳的房间。男孩描述那个袭击者是一个超重的黑人男性，请注意这个描述，我们后面会再提到。8月30日，11岁的女孩玛丽拉米和她的母亲丽贝卡拉米在家中被袭击，母亲丽贝卡重伤幸存，但年幼的玛丽被一根铁棍从耳道刺入大脑，当场死亡。医生赶到时只能抱着她的头，直到她咽下最后一口气。而这根铁棍的使用方式和5月份伊丽莎·雪莱案件中的手法一模一样。到了这个时候，奥斯汀已经彻底陷入了恐慌。黑人社区里流传着一个说法，凶手是一个白人，他拥有巫术可以让自己隐形，因为所有案件发生时附近的狗都没有叫过。这个细节非常耐人寻味。9月28日，凶手做出了迄今为止最大的、最疯狂的举动。那天晚上，22岁的女仆格雷西·万斯和她的男友奥兰治·华盛顿在雇主后院的小屋里，同时小屋里还有另外2名女性，也就是说，房间里一共有4个人。
凶手没有退缩，他冲进去用斧头击倒了所有人。奥兰治·华盛顿当场死亡，格雷西被拖到后院，脸部被一块砖头砸了至少12下，整个面部变得像果冻一样无法辨认。唯一没有沾上血的是他手腕上戴着的一块银色怀表。邻居们被惊醒，有人看到一名男子逃离现场，他在朝他开枪，但没能击中。那名男子逃跑的方向是一个叫惠特维尔的黑人自由民社区，这个名字请先记住。在这起案件中，警方第一次公开承认这些案子很可能是一个人所为。有记者给这个凶手起了个名字叫午夜刺客，但这还不是结束。当年的圣诞夜，1885年12月24日，两起谋杀几乎同时发生。第一起，苏珊·汉考克，一位40多岁的白人女性，被发现在自家后院。她头部有2处深可见骨的伤口，右耳被刺穿。她的丈夫摩西·汉考克发现她时，她倒在血泊中。第二起，17岁的尤拉·菲利普斯，被称为奥斯汀最美丽的年轻女性之一，也被发现死在自家后院。她的睡衣被掀起来缠在脖子上，显然是被拖出去的。她的额头正中被斧头劈开，头部还有另一道横向伤口。但在尤拉身上出现了一个之前从未出现过的细节，她的双手被木条交叉压住了，有人刻意摆放了这些木条。这是什么意思？是某种仪式，还是有人想要伪装现场？很快，警方的注意力转向了尤拉的丈夫，24岁的詹姆斯·菲利普斯。证人作证说，詹姆斯曾经多次扬言，如果发现尤拉不忠，就会杀了他，而且他有暴力倾向，酗酒成性。案发当晚，詹姆斯头上也有伤，倒在血泊中，旁边就是一把沾血的斧头。与此同时，苏珊·汉考克的丈夫摩西也成了嫌疑人。苏珊的姐姐提供了一封信，信中苏珊说，因为摩西酗酒，她要离开他。2个丈夫，同一个夜晚，2起几乎相同的谋杀。但问题是，这2个人真的是凶手吗？就在警方把注意力集中在2个吃醋的丈夫身上时，一件看似不相关的事情发生了。1886年2月，也就是圣诞夜谋杀案发生1个多月后，奥斯汀东边一个叫梅森镇的黑人社区发生了一起骚乱。一个叫内森·埃尔金的19岁黑人青年，从一个酒吧里拖出一个女孩，把她拽到一间屋子里殴打。警察约翰·布拉肯赶到现场，试图制服他。埃尔金拒捕，还亮出了刀，布拉肯开枪击中了他的脊椎。埃尔金第2天死亡。尸检时，医生注意到一个细节，埃尔金右脚的一根脚趾缺失了。这个细节为什么重要？因为在之前的多个案发现场，警方都发现了赤脚的、带有血迹的脚印，其中一些脚印明显缺少一根脚趾。当地警长马尔科姆·霍恩斯比后来在法庭上作证说，他在埃尔金死后给他的脚做了石膏模型，对比结果和菲利普斯案、拉米案现场的脚印高度吻合。而且埃尔金死后，奥斯汀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斧头谋杀案。让我们来整理一下内森·埃尔金的背景。他1866年出生，是家中第4个孩子。他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他是由一个叫苏珊·皮尔斯的女人抚养长大的。当年的人口普查显示，14岁的埃尔金是一名仆人，他就是那些被袭击的女仆的同行。1881年，15岁的埃尔金因携带手枪被捕。1882年，他给一名副警长写了一封威胁信，说要鞭打、毁灭、杀死对方。当时的报纸形容这封信鲁莽且嗜血。他有暴力倾向，有对抗权威的记录，有对女性的愤怒。他熟悉仆人居住的环境，了解奥斯汀的街道，尤其是他长大的惠特维尔社区，距离多个案发现场只有几个街区。而且他还有那个缺失的脚趾。但问题是，他死了。一个死了的嫌疑人没法被审判，也没法被定罪。警方只能等待，看他死后是否还会有新的案件发生。结果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尽管有了埃尔金这个线索，当时的司法系统并没有放弃对2个丈夫的追索。詹姆斯·菲利普斯被判2级谋杀，处以7年监禁。但他的律师上诉后，
上诉法院裁定证据不足，最终撤销了定罪。摩西·汉考克的案子更加离奇，他的辩护律师请来了霍恩斯比警长作证，警长在法庭上详细陈述了埃尔金的脚印证据，以及埃尔金死后案件就停止了的事实。但即便如此，陪审团仍然无法达成一致，最终6-6僵持，法官宣布审判无效。为什么陪审团没有被说服？一方面是因为当年的人们很难相信一个黑人仆人会是这一系列恐怖案件的元凶，另一方面两个丈夫都有明显的作案动机，这个印象已经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最终这两个案子都没有定罪。1888年，伦敦白教堂地区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开膛手杰克谋杀案。当时就有美国报纸提出猜测，这两个系列案件的凶手可能是同一个人。有人甚至怀疑凶手是一个马来西亚厨师，曾经在奥斯汀工作，后来去了伦敦。但这个线索最终不了了之。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在奥斯汀案件中，有幸存者描述凶手是一个超重的黑人男性，而在伦敦，有目击者描述开膛手杰克是一个体格健壮、穿着皮围裙的男人。两者并不完全吻合，但也并非完全没有交集。现代历史学家菲利普·萨格登在《开膛手杰克完整史》一书中指出，这种德州杀手就是开膛手杰克的说法，最早出现在1888年10月的亚特兰大宪法报上，但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两者是同一人。女仆毁灭者的案子最后破了吗？答案是没有。内斯·埃尔金是最有可能的嫌疑人，他符合犯罪侧写的几乎所有特征：童年不稳定，早期有暴力行为，对权威充满仇恨，暴力不断升级。他对女性有愤怒和报复心理，熟悉作案地点，而他死后，案件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但我们永远无法确认他是否就是真凶了。这起案件给奥斯汀留下了一个非常独特的遗产。案件结束后，奥斯汀市为了提升夜间安全，建造了31座月光塔。这些巨大的铁塔上面悬挂着炭糊灯，能把整个街区照得像白天一样明亮。这些塔建于1894年到1895年，至今仍有17座保存下来。这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在电影《年少轻狂》里，甚至能看到它的身影。这些塔是一个城市在恐惧中寻找光明的故事。关于女仆毁灭者的身份，还有一个有趣的文学彩蛋。大家知道欧·亨利吗？就是那个写《麦琪的礼物》的短篇小说大师。他原名威廉·希德尼·伯特。案件发生时，他正好住在奥斯汀。在1885年5月10日，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第一次使用了“女仆毁灭者”这个词。他在信里写道：“这个小镇太沉闷了，除了女仆毁灭者们的频繁袭击，他们让漫漫长夜变得热闹起来。”语气里带着一种黑色幽默，但真正细思极恐的是，波特当时在奥斯汀的一家药店工作，而他的住处距离多个案发现场只有3-4个街区。当然，没有证据指向他，但一个后来成为美国最著名短篇小说家之一的人，恰好亲历了美国最早的连环杀手案，还亲自给杀手起了绰号。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故事感。女仆毁灭者案是美国犯罪史上最早有详细记载的连环杀人案之一，比开膛手杰克早了整整3年。它揭示了一个残忍的事实，在人们甚至还没有连环杀手这个词的时候，这样的人就已经存在了。他们混迹于人群之中，可能在某个夜晚从你敞开的窗户里悄悄走进来。那内森·埃尔金就是那个毁灭者吗？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了。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些受害者的名字不应该被忘记：莫莉·史密斯、伊丽莎·雪莱、艾琳·克罗斯、玛丽·拉米、格雷西·万斯、奥兰治·华盛顿、苏珊·汉考克、尤拉·菲利普斯。他们不是卷宗里的统计数字，而是真实存在过，如今值得我们记住的一个个生命。今天的案件就讲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请大家点赞、投币、收藏、转发。你的支持是我继续挖掘这些黑暗故事的最大动力。我是 Ryan， 我们下期见。